大家好，我是魏庄主。那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坊间传说的日本加息以后呢，总有大的危机产生。那我们还是老的习惯，在整个视频当中，如果你认为哪一个内容对你有启发，请你随手帮我点一个赞或者一个小心心哈，这样我就知道以后会为你们准备什么样的内容。好，那我们看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日本呢结束了负利率，然后呢把利率上调到 0.1%， 什么意思啊？日本开始加息了是吗？然后呢同时呢长期利率呢结束 YCC 上限，就是结束利率控制，停止购买 ETF 和 REITs。 其实说了半天，我们就可以理解成一个，就是说整个的在日本的借贷成本上升了。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或者理解日本加息不用想那么复杂，不用把这里面的专业术语全部了解到，总之呢就是它结束了负利率，它整体的借贷成本上升了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分享一下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，我们要关注它，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日本加息它重要在哪里？那么日本呢为什么要选择加息呢？那日本加息的后果是什么？那么日本加息这个动作又如何影响咱们的家庭投资决策？在历史上，日本加息以后都发生了什么事情？1989年的时候，日本加了一次息，然后呢，日本自己的股市跟楼市泡沫破了。2000年呢，日本也开始加息，然后呢，美国的科网泡沫破了。那2006年呢，日本加息，然后1年之后呢，美国的房地产泡沫金融危机来了嘛？房地产泡沫破了。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日本加息以后就会产生重大的风险，泡沫都破了呢？我们看为什么。日本呢，它给全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资金大家可以看，这是新西兰元、美元、英镑、加拿大、澳洲。我们可以看3个月的国债收益率，日本在加息前，日本是唯一一个负的，是最低的，其他都高。世界上有3个大的水龙头往整个的投资市场里面放水，一个是什么？美联储，对吧？好，还有欧洲，还有就是日本。为什么日本一个小小的国家却成为了最大放水的3个水龙头之一呢？就是因为它的利率非常低，廉价的资金成本让世界上的这些投资机构、这些游资都向他借钱，去投到什么高收益率的地方，或者是去高收益的地方去投资他们相对应的股票，对吧？我们看日本给全球提供了多少廉价的资金有 4.2 个 trillion。 这么大的廉价资金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全球整体外汇交易，每天的外汇交易中，光日元交易就占了 30%。 我们看大量的日元从日本出去了哪里这是数据，就是日元从日本出去都去了哪里？第一就是美国，美国的股市跟美国的债，主要是套利，主要是债然后就是开曼群岛大家知道开曼群岛是省税的天堂嘛，其实从开曼群岛出来的钱，这一部分大部分也都是进了 US， 也都是进了美股。所以我们会发现去年2023年虽然美联储在收水，可是美股在上涨，美债也在上涨，背后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日本依然在放水，全球依然还是有廉价的资金在提供。为什么说日本加息以后都崩了呢？首先我们刚才讲了，日本是这3个大型的水龙头之一，是最重要的3个大型水龙头之一。当它往回收的时候，就会对全球的金融市场产生很重要的影响，对吧？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日本加息这件事情。好了，那么日本现在为什么要加息呢？它既然是最后一个负利率，同时它维持负利率已经17年了，它为什么要加息？好，我想跟大家讲。当然我们在看报告的时候，或者是在看什么其他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会说日本的经济也好啦，什么都好啦，但是我觉得其实核心原因只有一个，只看一个就够了，就是它的 CPI， 就是它的通胀上去了。我们之前其实在讲商品，包括黄金跟白银的时候就讲，就是全球的通胀期要来了。那么
这个也包含日本。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这个核心通胀已经有很长的时间，从2022年开始就已经高于2%的这个目标的通胀率。为什么要保持2%？2%才是温和的嘛，对吧？超过2%就是过高的通胀了。好了，现在已经这么长时间，已经22个月在目标通胀之上了哦，已经是高的通胀率了。好，同时呢，最新的数据会发现什么呢？工资，日本的平均工资上涨了这么多，5%，5%是相当高的一个数据哈。大家看上一次发生这个事情还是1990年，还是30年前啊。所以说呢，当这个大家手里的工资多了的时候，就会去消费。那么当消费的时候，就会同时继续推高物价，我们会担心它这个物价会再升高。日本央行走在了这个前面，走在了这个通胀的前面，想去控制它。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，就是说大家也都知道，日本的国债呢是全球最大的泡沫之一，它的体量非常非常之庞大，它整个国债占它自己的 GDP 的倍数是 2.8 倍，就 280%，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体量。那么如果它继续加息的话，这个体量的债会影响到什么？可能会崩盘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说，如果说日本继续加息，它把这个水龙头不但关掉，还往回抽的话，就可能对金融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说它继续加息怎么办？它的国债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体量，大家只要记住两个数据，只要理解两个数据，一个是280%，就是它这个体量是它自己整个国家 GDP 的280%。同时呢，如果说每上升一个百分比，就是1%的利率，它政府的这个利率的要付的利息就要增加3.1万亿日元。会影响什么？大家看哈，这是日本的国家的信用，第一是德国、加拿大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，它仅仅就排在了意大利的前面。意大利不用讲了，意大利就本来就不怎么样，对吧？好了，日本为什么这么低？就是因为它国债的太庞大了。一旦它这个如果要是它的利率要再往上一升的话，这个就是一个重大的冲击，对日本政府它的信誉，它有没有能力去还，就是一个重大的冲击了。好，这是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它会制约它往上加息，因为它的这个利息的这个负担太大了。第二个原因是什么？其实如果我们看日本的基本面数据哈，为什么我认为说这一次加息其实主要看通胀，而不是因为日本的经济特别好，防止它过热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它内需的数据其实是不足的。那它为什么日本的经济会比较好哈？最近会比较好，是因为它日元持续贬值，出口就上升，出口上升其实本质上都是外需，都是别的国家的人去买他们的东西，才产生了他们的消费。那么如果你加息的话，你的出口受到了影响，你的消费就会受到影响，那经济会受到重大的冲击。那它主要依赖出口的时候，它就会对加息这个动作，就是经济会对加息这个动作会更敏感。综合这两个原因，日本加息的幅度不会太大，可能今年就不会再有任何动作了。问题来了，你们知道当时日本央行在宣布加息的时候，市场是怎么走的吗？按道理说，按照我们的理解哈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日本加息了，好了，这个钱呢应该往回走，对吧？因为它从日本这个地方借出去，借完就投到了全世界各个国家去。那你如果日本加息的话，首先它借贷成本上升了，假如你的日元也上升，日元也往上走的话，那当我要还日元的时候，我不仅要还更高的利息，同时我要换回日元，也要承担这个汇率的升高的这一部分。所以我们主观理解应该就是说，这个钱会往回走，
然后呢，美股市场会下跌，可是呢，我们会看到美股依然是在上涨，同时什么？同时我们觉得日元会上涨，对吧？同时美元也在上涨，为什么？很奇怪，它不是我们正常推理的逻辑，对吧？你日元加息，你日元给我的利息更多，我肯定要换回日元，那你日元应该是增值，美元是贬值，对吧？但是市场反映的是相反的，为什么？好，两个原因哈。第一个原因，市场已经抢跑了，因为这个预期其实大家都知道的，对吧？去年其实他们就已经开始就是往回收，就是日本央行就已经开始在政策上已经往回收了，所以市场对这个动作是有预期，它已经抢跑了啊。反而它加息之后，市场会认为说，哎，好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的幅度，就是他们反而认为说，哎，日本央行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鹰派，那么激进啊，反而是比较温和。所以当时之前市场抢跑之后呢，这回又往回调整了一下预期。第二个原因是什么？第二个原因的本质其实还是在息差。什么叫息差呀？你看哈，这个是美国的10年期国债减去收益率哈，减去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，它依然是在高位。什么意思哈？刚才我们看那个图，你说大家为什么会借这个去买这个？这个便宜，这个高，对吗？那么当它加息之后，它依然成本很低，大概是在这里，这些依然比它高很多，依然有利可图。全球的交易每天都在进行，每天都在进行套利，只要这个空间在，它就对日元有需求。其实呢，我们看的不是它加息的那个绝对值，而是看的它跟其他货币相对的那个差值，因为大家做的是这个。在美联储还没有降息的时候，就美联储现在还是在高位嘛，在它的息差，就它的差值还在高位的时候，其实呢对市场影响是很有限的，但是它终究会从这个位置往下走，对吧？市场会交易说你这个息差是往下走的，但是目前还没有。那么下一个问题是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，就是你日本加息以后，你如何影响全球的资产啊？我们怎么去投资？这是最重要的。好，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讲，就是很多人认为说，哎，日本加息以后美股就会崩了，因为钱都往回走嘛。我想跟大家讲，就是其实呢，资金的流量并不是影响市场的单一因素哈。大家看这个图，这个图是说在2022年的时候，国外的这些国家去买美国资产的数量。好，如果我们看股票，看2022年的时候，开曼群岛的买了这么多，比利时的比较少，然后是中东，中国也买了不少，大部分都是净流入的。在一个净流入的状态下，其实它2022年是下跌的，这是一个反例。我也想跟大家讲，就是说货币并不是影响它市场涨跌的一个单一的要素，并不是这个发生这个就一定发生，不是这样的。它既不是充分条件，也不是必要条件，只是一个概率而已。那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，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？怎么去影响我们的投资决策？我觉得如果我的老读者应该能理解，就是我们不是看你一个单一的要素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，对市场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，去交易这种东西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是不太可能的。我们看的是一个大的方向。我曾经跟大家讲，我的读者在未来至少最短3到5年，长则10年、15年的一个过程当中，要记住这个图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图是商品，是大宗商品。什么是大宗商品？黄金、原油、白银，这些都是相对于股市的一个走势。我们发现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底部的位置，所以我们认为在未来的几年当中，商品是跑赢股市的。至于你如果说你股市真的哪一天下跌了，是因为你日本央行加息，还是因为什么什么理由，其实呢并不重要。
重要的就是我们从一个大的方向上看，从一个更宏观的方向上去看，这样的行情产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。未来几年当中，也就是说商品市场像黄金、白银、原油这样的方向会跑赢股市。那有朋友讲说，那可不可以去投日本股市？因为其实日本股市也走得还不错哈。那从我的角度来讲，我们刚才讲的是日本息差，对吧？好，如果我们看中国的，这个是中国的息差，跟美国的息差也是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。其实对我们中国投资者来说，我们对我们自己国家的股票会更了解，完全不用参与到日本股票去，我们一样也是交易这个过程。好，这里呢，我想引申给大家一个知识，为什么港股在过去2年调整的要比 A 股要高，要多，就它下跌的幅度要更多。你香港的这些上市的公司是在哪里赚钱啊？是在中国赚钱，赚的是什么？赚的是人民币。但是它以什么标价？以港元标价，港元挂钩的是美元。当你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贬值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大家的预期就是你这个公司你赚的是人民币，那我们会继续线性思维，你的人民币将来是贬值的，你现在正在贬值，你未来也会贬值，那么在这个贬值的过程当中，你赚的钱是越来越不值钱的，所以它对于中国的这个公司，它的估值就会往下走，它的预期会往下走。但是市场是会变化的，周期是会变化的。我们说在这个中美利差一个往下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会认为一个合理的逻辑是香港的股票会跑赢 A 股。所以在这种时候呢，我想跟大家讲，就与其去交易日本市场，不如交易我们自己的香港市场，港股的科技股其实更好，恒生科技那些指数其实都是潜力非常好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图要跟大家讲，是上次视频也跟大家讲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美国的科技股除以白银的套利 K 线哈，不懂套利 K 线的去看上一期视频，我讲的非常详细哈。这是科技股跟白银的套利 K 线，我们发现到了一个科网泡沫前的一个极值，所以现在很多人还在讨论美国的科技股怎么涨，怎么翻倍，怎么弄哈。我认为现在这个位置，且不说日本央行加不加息，但是我们从历史数据来看，这个位置已经很危险了。所以我想提醒我的读者们，我们要记住这个图，同时要记住这个图。这个图代表什么？这个图代表投资机会，代表商品相对于股票的投资机会。这个图代表什么？这个图代表的是风险，告诉大家目前美股的科技股风险已经非常高了。还是那句话，不管你日本央行加息，还是整个宏观经济体的任何一个变化，都不是决定行情的唯一的要素。我们看行情的时候，还是要看一个长期的一个大的趋势。好，如果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，请你帮我点一个赞或者点一个心，那咱们下期再见。